我问你最后一遍，说他在哪儿？广福，我求你了，你就放过他吧，你要怪就怪我。我问你他在哪里？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你到现在还在帮那个男人说话。你说过的，要跟我结婚的，那些全都是骗我的，全都是骗我的。你不能一边跟着我谈婚论嫁，一边却和别的男人干这龌龊的事情。广福，你要相信我，我是被逼的。那些男人之所以跟你干这种事，都是因为你这张脸蛋。如果你这张脸蛋毁了，你就永远是我的了。就让我用手里这帮气钉枪，在你脸上打几个洞。这哪里是手机呀？这分明就是个提款机呀！你男朋友叫什么名字？郑广福他人呢？走了。去顺义酒店。好的。喝点水吧。说吧，怎么回事？警官，你们要赶紧去抓郑广福，他要杀人。他要杀谁？天成地产董事长黄半成。他为什么要杀黄半成？因为我和黄半成发生关系，被他抓到了。小黄，你赶紧查到黄半成的电话号码，给他打电话。你和黄半成到底怎么回事？我们学校的职工楼就是黄半成他们公司承建的。我作为礼仪小姐参加了剪彩仪式，黄半成就是那时候看上我的。这身好看吗？这还真不错，就是给你做。黄半成出手很豪爽，对我提出的要求一概满足。他跟我保证说，他一定会和他老婆离婚。我那时候社会经验不丰富，就相信了他。后来，我们就发生了关系。但我发现他根本就不想和他老婆离婚，他只是玩弄我的感情而已。我就当众给了他一巴掌。后来，我们就分了。本来我以为我和黄半成的事情就这么结束了，但没想到的是，黄半成竟然拍下了我和他的性爱照片，并以此要挟继续和他保持情人关系。而那个时候，我已经认识了郑广福。为了能够彻底结束我和他的关系，我无奈答应黄半成，和他最后一次做那种事情。但我没想到的是，郑广福装在车上的记录仪记录下了我们车震时的所有声音。因为我和黄半成频繁的联系，郑广福有所察觉，他
他甚至还跟踪过我好几次。为了不让他发现我和黄半城约会，我就开着车去找黄半城。我们在车里发生关系，但我不知道，郑广福偷偷地把车里的记录仪给改造了，目的就是想抓住我和别的男人偷情的证据。我死活不肯告诉他是谁，他说他一定会查出来的，然后就走了。我本来以为他永远都不会回来了，谁知他后来又回来，还带回来一把气钉枪。他一定要逼我说出那个人是谁，如果我不说，他就要毁我的容。我是真的没办法，只能把黄半城告诉他。这不，他刚走，你们就来了。师傅，黄半城的号码打不通，人不在公司，也不在家。你的手机呢？被郑广福拿走了。我告诉你，薛娜，你现在必须跟我说实话。你和黄半城除了那次车震，以后还有没有联系过？因为现在郑广福很有可能是用你的手机去给黄半城发短信，约他出来见面，然后再把他杀死。说吧，你们平时都在什么地方见面？宾馆的房间。什么宾馆？悦来宾馆、鸿福客栈、顺义酒店，就这3个地方。好，我们马上去查这3个宾馆。走。师傅，我查了悦来宾馆，没发现黄半城和郑广福的踪迹。我已经让韩队派人盯守了，你那边怎么样？鸿福客栈也没有发现黄半城和郑广福的踪迹。我现在正在去顺义酒店的路上。这是黄半城的车，我查过，这是他的号。那他们很可能就在一起。走。宝贝儿，宝贝儿，你好，2位要订房吗？对啊，来个总统套。对什么对？你好，公安。警察。宝贝儿，我进来了啊。赶紧开门！郑广福，住手！我们是警察，放开我！放下东西，打死他！放开我！孩子真好。说说你的事情吧。薛娜不是已经跟你们说过了吗？我想让你说的是另外一件事情。另外一件事，我不知道你什么意思。少装糊涂。土地局副局长张义林坠楼的案子，你听说过吧？11号晚上，你是不是开着宝马车把张义林送到了新民宾馆？没有，我根本就没有去过什么新民宾馆。那我给你放一段视频，你好好看看。车牌号清晰可见，你有什么要说的？这根本不是我的车，不是你的车，为什么是你的车牌号？这是套牌，这肯定是套牌。你说这辆车是套牌车，那你有什么证据证明那视频上的宝马车不是你的？11号，我跟薛娜从下午就开始吵架，一直吵到半夜12点。虽然我们关着门，但是邻居他们一定能听得到。你们为什么吵架？还能为啥？为了那段行车记录里的车震声音。你们吵架的时候，那辆宝马车在什么地方？宝马车就停在我们小区地下车库，车库有监控，你们可以查。你说的都是真的？
我都这样了，撒谎对我来说有什么好处？那我问你，为什么当晚你非要把车开回老家，而且半夜3更，打着应急灯也要把车给洗了？薛娜竟然在我给她买的宝马车上跟别的男人车震，这对于一个男人来说，这是多么大的屈辱！我嫌车脏，我受不了。那你交给你父亲的那些钱是怎么回事？那些钱是我这些年攒的，本来打算结婚用的，现在婚肯定结不成了。我已经想好了，我要跟那个男人拼命。如果我出了事，坐了牢，我孩子有那笔钱，总不至于连学都上不起。见过这个东西吗？好了，你下去吧。哎，不用回避了吧？都这么熟了。我的事儿，老板管不着，你更管不着。下去。老板让我传话，贾明明手里的东西必须马上拿回来。如果你黄半城办不成，请尽早回话，把那100万退回来。老板会另请高明。老板让我带给你的药膏，他提醒你，做事不要太随便，随随便便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那就替我谢谢老板了。怎么样？郑广福的邻居走访了吗？走访结果和郑广福交代的一模一样，小区车库的视频也调出来了，郑广福的车确实一直停在车位上。这么说，接送张艺林的那辆宝马730确实是被套了牌，这样就不好查了呀。是啊，全市至少有好几千辆同样的宝马730，时间又过去那么久，根本没办法查。如果是外地车，那就更没办法查了。反正我只能保证我们家车库那3辆宝马730没有问题。我一直在想，出现在郑广福家邮箱里的那张红桃6扑克牌，这张牌放在郑广福家的邮箱里绝对不是巧合。假设这张红桃6扑克牌就是给张艺林发短信的那个红桃6故意放进去的，那他就知道我一定会去查车的事儿，他也知道我一定会查到郑广福的车牌。那他把这张扑克牌放进去，就是专门给我看的。这是一种挑衅呐，也是一种侮辱啊！车的线索虽然断了，但是还有一个好消息，郭永刚的病情有所好转，愿意接受我们的审讯。太好了，什么时候开始？马上，这次你就不要去了，走吧。郭永刚，你大难不死，是老天爷不想让你的女儿失去你这个父亲。所以你要珍惜这一次机会，把你知道的事情都说出来，协助我们警方破案。我永远也不想回忆我在澳门被囚禁的日子，简直生不如死。直到1个月以前的一天，真不明白。你为什么花那么多钱赎这个人呢？你们不需要明白。走。在你的左手边有一把椅子，你可以坐下。你到底是什么人？你要干什么？
我是什么人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知道你住在内地的南石，你的老婆叫齐慧茹，你还有一个4岁大的女儿，叫郭贝贝。你让我干什么都行，你千万别伤害我老婆孩子。在你前面有一个箱子，这里面有30万现金、1部手机和一张回内地南石的机票。我希望你拿着这个箱子，乘这一个航班回国。信上说，我前妻齐慧茹加入了一个叫中情局的黑组织。信上还说，我回到南石后，可以找一个叫顾辉煌的人，而那张欠条就是顾辉煌欠赌场赌债的借据。我可以拿着那张借据去逼迫顾辉煌帮我一起完成他们交给我的任务。这个任务就是绑架我的前妻齐慧茹。你说还有一个镶嵌着红桃六扑克牌的相框，他让我把那个相框留在顾辉煌在新庄入住的酒店房间里。郑喜那辆帕萨特也是对方让你偷的吧？是的，他让我把车偷走，然后把现金和红桃六扑克牌放在停车位上。他让你做了这么多事情，你就从来没有怀疑过他的目的吗？我二叔这人真不错，我记得那会儿跟周瑞出来打拼的时候，真挺不容易的，亏了有我二叔帮衬。要说亲啊，真的跟我亲生父母一样。见过这个按摩器吗？没有。这个按摩器的来源我们已经找到了，是丰浩路一家小商品批发市场一个姓王的商户全市独家经销的。我们给店主看过你的照片，人家说对你印象非常深刻，说你为了能便宜20块钱，跟他磨了整整1下午的嘴皮子，最后你还是买了按摩器走了。但是就在昨天晚上，他的商铺被你撬开了，里面被砸得乱七八糟的。这该死的奸商！周瑞他爸妈要是知道这个劣质的按摩器是我给他送的，打心底就恨死我了。所以你为了给周蕊报仇，就把人家商铺给砸了？目前看来，这个郭大宝不是凶手。刘警官，我姐的事儿到底怎么样了？你先别着急，坐下慢慢说。我给你倒杯水。对，请坐。你姐姐的事儿，我上次不是告诉过你了吗？她的事儿没那么严重。对了，你跟你姐姐联系上了吗？没有，谢谢。真的没有？真的没有。如果你和你姐姐联系上了，你一定要劝她来自首。她的事儿应该没那么严重，如果主动自首的话，也许交点罚款就过去了。小区监控室那个女管理员的死和我姐到底有没有关系？啊，这个案子我们还在调查，目前没有发现和你姐姐有什么关系。刘警官，如果你们希望我配合，你们就要跟我说实话。如果我姐姐有犯罪的行为，我一定不会包庇她的。我们相信你，你也得相信我们呀。真的和我姐没关系吗？真的没有。我觉得你们没跟我说实话。
那你让我们怎么做，你才能相信我们说的是实话？不用。哎，你是说，贾明明小区监控室的那个管理员意外死了？是的，这件事很蹊跷。贾明明失踪那天，他家门口的监控视频被人删了，而且现在这个案子是那个叫刘洪涛的警察正在查。让他查，我保证他什么也查不出来。黄总，这件事儿不会是您干的吧？我有那么大本事吗？那会不会是贾明明干的？贾明明有那么大本事吗？那还能是谁啊？老板呗。他不是最擅长把谋杀做成意外吗？黄总，您怎么知道的那么清楚？您就是那个老板吧？好好开你的车，注意安全。明白。不对呀，周瑞凌晨1点钟走出监控室上厕所，1点30分回监控室，可是2点钟怎么又从外面回来了？难道他又出去了一次？为什么摄像头没有拍到？周瑞3点半出去上厕所，监控没有显示回来，那他是怎么回到监控室的？不对，有问题。难道第2次进来，后来又走出去的根本不是周瑞？离开的人是另外一个人，2个周瑞。你们都在找什么东西啊？主任，我记得你告诉过我，你们物业要给所有的工作人员发2套工作服，对吧？这好换洗啊。可是我们只在周蕊的身上发现了1套工作服，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找到第2套。哎呀，这个我还真没注意这个。师傅，怎么样？小区找遍了，没有找那套工作服。照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个人肯定是周瑞的熟人。否则他不可能以这种方式进入到监控室，因为即使是深夜，碰到小区巡逻的保安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他之所以用这种方式进入到这里来，目的就是为了躲避监控视频，还有小区的巡逻保安。杀了人再删掉监控视频，监控到底拍到了什么，而至于杀人呢？主任，周瑞的社会关系复杂吗？哎呀，这个咱还真说不清。这周瑞啊，是周经理推荐的，在监控室做管理员的，他们俩是老乡。他呢，平时在这儿工作，就住在这儿，很少有人来看他，这关系应该不复杂。哎，咱们这是去哪儿啊？去一个神秘的地方，玩一个神秘的游戏。神秘？我跟你说，你今天可是绝对的主角啊！是吗？因为全是女的，只有你一个男的。全是女的？那我去了岂不是很尴尬吗？人家那个游戏就是需要一个男的，人家可是千叮咛万嘱咐让我一定要把你捎上的，所以我责任重大。哎，这人你也认识？我也认识。谁啊？你猜。刘警官，你可要想好啊，晚上还真要在监控室过夜。
怎么，我还怕周蕊的鬼魂晚上来找我吗？那我就不陪你去了。好，谢谢啊。可可，哎呀，可把你们俩盼来了，真是！现在可以摘开了吗？等一下，你在这个房间里面可能会看到一些不该看到的东西，但是千万别害怕，真实的告诉我们你看到了什么，好吗？好。慢慢看看你的眼睛，怎么神神秘秘的？你好，我叫贾静静，我们又见面了。不要这样看着人家，我考吃醋了。不是，我是觉得，总是在一些莫名其妙的时候撞见他。莫名其妙，这4个字我喜欢。来，我们一起把这桌子拿下来。来。小可，哥，你怎么在这儿啊？我还要问你呢，你怎么会在这儿啊？我跟我朋友在这儿聚会啊。刘警官是为了我姐的事来的吧？我是为我妹妹的事情来的，跟我走。你干什么？小可，干什么？你莫名其妙的。这小区刚死了人，你不知道吗？死的人跟我朋友聚会有什么关系啊？当然有关系了。那你说什么关系？我现在不能告诉你。你说不出来就请你放开我好吗？一屋子的人等着我呢。我说不行就不行，把衣服穿上。你走开。等一下，你干什么呀？她是你的妹妹没错，可她也是我的客人。你把人从我家带走，你总得给我一个理由吧？你不是说我姐只是罚点钱就没问题的小事情吗？可我看你的反应不像这么回事儿啊。我只是把你妹妹和妹夫请到家里来玩玩，就把你紧张成这样。哦，我明白了，你怀疑我姐姐就是杀害监控室管理员周蕊的犯罪嫌疑人，对不对？不对，你怀疑我才是你们要找的那个贾明明，而我姐姐只是一个幌子，对吗？也就是说，你怀疑我才是杀死周蕊的犯罪嫌疑人。浩哲和小可是你故意让他们来的？对，就是我故意叫来的。既然你不愿意告诉我姐失踪和这件死亡案子的关系，那你总得告诉你妹妹，为什么非要让她远离我吧？你如果不当着我的面告诉我，非要带你妹妹离开的话，那我只好认定，我姐和这件案子有非常大的关系，而我的推论也就都是正确的。你怀疑我？我还真没看出来，你是个挺厉害的女人嘛。是吗？
那可能是你们太弱了吧？浩哲、小可，你们俩给我听好了，我之所以不让你们接近这个公寓，就是不想让你们扯进这个案子。至于你贾静姐，我们警方一定会调查你，我们也会调查你的姐姐贾明明。总之，我要告诉你，我们一定会找到你姐姐，不管她是死是活，所有的谜题终将会水落石出的。浩哲，你跟我来。静姐，对不起啊，我哥他就那样。李浩哲，你不是第一次来这个小区了吧？张义林坠楼的第2天，你就来过这个小区。离这个小区不足200米的地方就有一个大型超市，你却在一个你完全陌生的小区里边找公共厕所，你觉得你的解释合理吗？你是怀疑我和贾静静的姐姐失踪有关吗？没错。你最近一段时间的行程，我一定会查得一清二楚，不仅仅因为我是警察，我还是可可的哥哥，你别忘了。如果他要是做了什么坏事儿，该收拾就收拾，我绝不包庇。你最近一段时间的行程，我一定会查得一清二楚，不仅仅因为我是警察，我还是可可的哥哥。李浩哲的内心无比纠结挣扎，到现在，他觉得前路一片迷茫，似乎只有自首，才有一丝光明。奶奶，对不起，我知道这件事儿会让您伤心，但请您一定要挺住。贾明明的事儿只是个意外，我顶多也就是判5年而已，5年很快就会过去的。您就当我只是出国深造去了。石大爷这个人真的很好，有他在，我就不怕您会一个人孤单单的受苦了。他会陪着您等我回来的。小可，等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没办法再陪你做任何事情了。咱俩谈恋爱的时候，我总是对你说，等以后我事业有成了，就带你去世界各地旅游。你一定很憧憬那一天的到来吧？我让你失望了，你等来的却是我进了监狱。我后悔在该给你浪漫爱情的时候，却给了你无穷无尽的琐碎现实。人一生中最好的时光没有多少，5年很长，青春很短。不管你是否还爱着我，都别等我了，重新找个人恋爱结婚吧。很遗憾，答应写给你的情书，却成了我们的分手信。去局里开会有什么收获呀？听了英模的报告，感觉自己穿这身警服更光荣了。我都没机会去开会啊。好了，跟你讲正事儿了。我查了贾静静最近半个月的所有行程，她在宾馆试睡的时候都有票据和监控。在这半个月呢，她除了一家连着一家宾馆试睡之外，几乎没去过任何地方。吃饭都是宾馆叫的服务餐，出行一般都是宾馆给叫的车，然后直接去下一家宾馆试睡。所以行程很简单，很容易查，没有什么破绽。明白了。你先进去吧。喂，浩哲。你是来找我的吗？是的，我有重要的事要告诉你。我就知道你会来找我的。进局里说吧。
找死啊你！还不赶紧让开！贾静静，贾静静，哎，哎，贾静静，贾静静，贾静静，醒醒，贾静静！你是说他得了2种病？没错，幽闭恐惧症和睡美人综合症都是一种神经系统的疾病。一个人同时得到这2种病的人很少见，这2种疾病是相互影响的，结果是非常可怕的。睡美人综合症的危险在于他随时随地会可能睡着，睡着之后就会失去自我的意识，所以一般患睡美人综合症的人都会有一个固定的联系人，每隔4、5个小时就会联系一次，联系人也要知道他在什么地方，以防止患者在病发的状态下发生意外。这个病人身上有2种疾病，所以他比一般患有睡美人综合症的人要危险100倍。真不知道他这一睡，什么时候才能醒过来？是，走吧，咱们到外边说。我们在调查贾明明的时候，也了解了贾静静的情况。08年地震的时候，他们的家给毁了，父母全死了，他自己也在地震中失踪了，是前几年才被贾明明给找到，重新上的户口。可以想象，他一定是在地震中经历了非常恐怖的事情，这也许就是他幽闭恐惧症并发的原因。现在贾明明失踪了，他失去了联系人，所以生活全部都乱了。这个贾明明也真是的，他会跑去哪儿呢？连有这么严重病症的妹妹都不管了。看来，没有了联系人，贾静静随时可能出现意外。先不管他吧，让他就这么睡着吧。我相信有护士的照顾，应该不会再有事儿了。说说咱们的事儿吧。你找我有事儿吗？其实也没什么事儿。不可能，我知道你一定有话要对我说。哦，我来就是想告诉你，你要是不喜欢我这个人，你可以当面告诉我。小可要不要跟我继续，那是他的事儿。请你不要以公谋私，打着调查我的旗号，反对我跟小可在一起。你好，我今天投进邮筒里的信写错地址了，能把它取回来吗？今天的信已经全部发出去了，里面是空的。谢谢啊。
喂，你在哪儿？街上。等我，我去找你。知道李浩哲要自首的老皮非常害怕自己也被揭露出来，只有约李浩哲，想办法让他先安定下来。这个袋子里的东西是贾明明的吧？想去自首是吧？哎呀，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咱俩是一条绳的蚂蚱，要进一块进，要退一块退嘛。啊，想自首也不告诉我一声，好歹呢，你得让我安排下我儿子吧。哎呀，你说你这样让我措手不及呀。自首，如果自首的话，能让贾明明活过来吗？我还妄想逃脱法律的制裁，真是可笑。那就赶紧回家嘛，该干啥干啥，对吧？以后这事儿啊，咱就不提了。照顾好你的奶奶，娶妻生子，快乐一天是一天。已经来不及了，我给我奶奶和刘小可写了一封遗信，什么都写在上面了。你看，你看，没想好留什么信呢？说不定这会儿人家都收着信了，你奶奶一看信，一激动，心脏病复发住院了，正抢救呢，对吧？害怕了，后悔了是吧？哎呀，好了，没有那么严重啊。喏，这两封信怎么会在你这儿？我呀，就怕你节外生枝，早上我就跟着你，看到你把这信呐放进了信箱里，等邮局的工作人员来取信的时候，我就把他拦住了。那你当时为什么不拦着我呀？我知道你会后悔的。如果要不是他，恐怕我真的就去自首了。你说他是谁呀？贾静静。医生说，他患的是一种睡美人综合症和幽闭恐惧症两种病症混杂在一起的神经性疾病。这种病人不能缺少联系人，没有联系人，他随时可能会出现意外。以前都是他姐姐24小时照顾他，每隔4、5个小时就会跟姐姐汇报一次行踪。可是现在，他姐姐再也不能照顾他了。他姐姐是被咱们俩弄死的，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没有人照顾。我已经想好了，代替他姐姐，作为他新的联系人。哎呀，我说你是不是真的疯了？照顾他，我没听错吧？你别忘了，他姐姐是你推下去的。你看，你怎么又来了？怎么又是我推下去的？你不抢那黑色塑料袋，不就没事了吗？东西都拿到了，你非要拿别的东西，不拿东西不就没事了吗？哎呀，好了好了，这个事儿都过去了。现在重要的是，咱俩得想个招儿。什么过去了？想什么招啊？我跟你说，如果你要照顾他，不但把你毁了，你把咱俩都毁了，你知道吗？我决定了，就是要做他的联系人。你考虑考虑咱们俩的后果吧。
保安室，保安室，我这里是监控室，8号监控这有一个可疑的人从6号监控经过，你们赶紧过去查看一下。站住！怎么样？看清楚了吗？是什么人？见鬼了，好像是周蕊，是吗？见鬼了！能跑哪儿去啊？哎，出什么事了？啊？看见周蕊了。啊！别瞎说，大半夜的吓人呢你。不是刘警官，这周蕊不是死了吗？肯定是假扮周蕊的那个人。咱们在分头找找，我去那边。哎，我跟你一起找，我去那。好。怎么样？发现什么了吗？没看见。我也没看见。不是，你真的确定看到是周蕊？看着像，但跑起来其实像男人。好吧，你们都先回去吧。有情况我呼叫你们。行。哎，周经理。哎，怎么你今天也值班吗？是啊，我们物业办事情多，我在办公室搭了个床，平时就在那睡。哦，赶紧回去休息吧。哎，那我先走了。看看爸爸给你买什么好吃的了，快看看。哇！是你平时最爱吃的披萨，对不对？对。爸爸好不好？好。看，哇！哇！看到自己做的一切都被人拍了下来，老皮知道自己掉进了一个巨大的阴谋。哎，师傅，你们这干什么呀？修个门。修门？为什么要修门啊？哟，你们不是这个小区的吧？啊，我不是。这个小区人都知道，当初这开发商为了卖房子做宣传呀，得在这儿安一个门，可以从这个门到那个高档别墅区去。哦。但是这业主都住进来之后呢，这门一直也没修，反正业主就闹了好几次，周经理实在没办法，只好妥协了。就说让我们在这儿修个门，但是本来说是修在这儿了，非要后来修在这儿。为什么要挪这么几米啊？这我们也不知道。哎，周经理，周经理，刘警官，哎，别弄了，去小区门口把水池里的水放了，把淤泥掏干净了，臭了很多天了，业主反应很强烈。那这儿怎么办？明天再弄。啊，快去，快去！哎呦。刘警官，您下班呐？下什么班啊？我刚上班。连轴转，哎呀，你们太辛苦了。是，你这案子不破，你们物业的工作也不好做嘛。可不是吗？哎呀，昨天晚上的事情不知怎么就传出去了，都说这小区闹鬼，业主们啊，现在都是人心惶惶的，这大人都不敢让孩子出门了。是吗？哎呀，我们物业办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哎呀，哦，对了，我正在找你。那个，您看看是不是停个2天再查呢？过2天，你让我考虑考虑吧。哎呦，谢谢你啊！这样，我有点事忙，我先走。好吧。哎，再见。
哎，刘警官，您这是干啥呢？拿那儿的工具，过来，搭把手，帮我挖。哦。这儿是吧？哎，别动！主任，周伟强呢？哦，他刚出去。周伟强。逃生把！喂，给你的光盘都看到了。你是谁？我知道你得到了贾明明手里的东西，具体这个东西怎么用，你以后会知道了。你随时等我联系，不然你看到的东西就会传到警察手里，明白了吗？黄桃六，就是他把贾明明的身体藏起来的。他到底想干什么？对了，还有贾明明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啊？你知道这是什么吗？检测报告。在你办公室里发现的女员工工作服、高跟鞋还有假发上，都发现了你的体液还有毛发。你怎么解释？没法解释。在你们小区里发现的婴儿尸体是怎么回事？周瑞是你杀的吗？我没有，我没有杀他。其实我不可能杀他。有一天，我喝了酒，去监控室看邹瑞，可是不知道怎么搞的，我和他发生了关系。事后我很后悔，毕竟他喊我是二叔啊。再后来，她怀孕了。有一次，我们为了孩子的事吵架，我就推了她一把，她就流产了。我真的很害怕。我看着她留下的那堆东西，我不知道该把它搁到什么地方去，放到哪儿都会让人知道。后来，我用塑料袋把它包起来，把它埋在了我们小区角落的空地里。可谁知道那些业主要修大门，我怕被挖出来，所以晚上我就扮成邹瑞的样子，想把它转移走。
你认识洪桃六吗？我不认识。你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在你的电脑开机之后，桌面上会有一个洪桃六扑克牌的图片？我不知道啊，我没有设置成这个，我真的不知道啊。我们检测过，你的电脑是有密码的。还有什么别的人可以使用你的电脑吗？不可能。但我真的不知道这个。不是这个，那会是什么东西呢？师傅，电脑检验报告出来了，是中了一种木马病毒。木马病毒是通过周伟强的 QQ 号码接到电脑上的。这种木马不仅可以远程监控对方的聊天情况，还可以远程控制任意篡改桌面图片。最不可思议的是，这个病毒有个名字，就叫洪桃六。师傅，电脑检验报告出来了，是中了一种木马病毒。木马病毒是通过周伟强的 QQ 号码接到电脑上的。这种木马不仅可以远程监控对方的聊天情况，还可以远程控制任意篡改桌面图片。最不可思议的是，这个病毒有个名字，就叫洪桃六。还有，周瑞出事那天，周伟强和几个朋友在 KTV 喝酒，没有作案时间。木马病毒的来源可以查到吗？技术科正在查。贾静静有作案时间吗？没有。木马病毒接收时，他应该还在医院的病床上昏睡着。真是见鬼了！怪了，为什么我那天在小区门卫室的视频也被删除了？哎，你要找的人来了，就那个。如果李浩哲和我出小区的视频被删除是偶然，那么他进入小区的视频怎么也没了？难道对方想删除的是关于李浩哲的视频？对方为什么要删掉跟李浩哲有关的视频？难道李浩哲和贾明明的失踪有关系？喂，小可，你晚上能带浩哲回趟家吗？师傅，有结果了。快说。技术科的人追查到了发送木马病毒洪桃六给周伟强的 IP， 是大安路一家叫彩虹的网吧。我去查看了这个彩虹网吧的监控录像，终于把这小子给找出来了。是谁啊？这个人也太熟了，整天在库宁桥附近偷东西，外号黑腿，跑特快那个。他会是洪桃六？我也觉得不像，但是病毒确实是他发的呀。所以我想，即使他不是洪桃六，那他也知道洪桃六是谁。走，我们去他家。黑腿，警察，回动！回来！怎么，还想跑啊？啊？说吧，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什么怎么回事？我还想知道怎么回事呢。你少给我装糊涂！你知道我们叫你来说的是什么事儿？我真不知道，反正你们警察找我，肯定没好事儿，我当然要跑。我再问你，
昨天上午10点，你是不是在彩虹网吧上过网？是。你是不是把一个叫红桃六的木马病毒发给了一个网名叫周周的网友？我去那里上网的时候，发现之前有人上网，他的 QQ 网退了，我就看了他的聊天记录。后来我看他没反应，我就把 QQ 给退了。你说的都是实话？你们可以查呀，网吧都有监控，找到之前在我那台电脑上上网的人，不就什么都知道了？当务之急就是找到彩虹网吧在黑腿之前上网的那个人。明白。团队，审完了吧？审完了，该轮到审你了。什么意思啊？你师傅自己知道。放心吧，没事的。红桃六这个木马病毒，黄静怡可能不清楚，而我却清清楚楚。它是你上警校的时候自己做的一个警用程序，它为什么会出现在红桃六这个案子里？你给我解释解释。这件事情你是知道的呀。那天贾静静昏睡的时候，我给你打过电话的。你听我说，来不及等技术人员了，只要你同意我的方案，技术上的事情我可以想办法解决。我是怕技术人员来不及赶到，才把这个木马放进了贾静静的电脑。我本来是想找到她的姐姐贾明明，我没想到会被人用到周伟强的案子上。这么多技侦手段你不用，谁让你用你自己做的这个破玩意儿？我当时身上只能找到这个用码。那我可不可以怀疑，这个木马是你发给周伟强的，而你就是周伟强交代的那个叫贾小姐的老鸨？你就是黑腿说的那个，在他上电脑之前还没有来得及退出 QQ 号码的人。你不会也这么认为吧？我怎么认为不重要，重要的是督察的人怎么认为。我跟你说了好多遍了，督察对你的调查不是这么就完了。现在贾明明失踪了，这个失踪当天，这个监控录像被人删了，监控室管理员这个周蕊又死了。你忙活了这么长时间，抓住了个周伟强，抓了个郭大宝，还有一个叫黑腿的，可这些人没有一个跟这个周蕊的死能挂上关系的。我要是督察的人，我也会顺理成章的怀疑，这一切都是你贼喊捉贼，故意迷惑警方视线，拖延破案时间而设计的计划。这个红桃六木马病毒的出现，就是最强有力的证据。我一定可以在他们找到足够的证据证明我就是红桃六之前，亲手把这个真正的红桃六抓到他们面前。红桃啊，红桃，我怎么跟你说呢？我对你的保护啊是有限的，而你的敌人远远比你想象的要强大得多。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不要再使用那些有可能会被红桃六利用而让自己陷入尴尬境地的行为和办案方式。我能帮你1次2次，我不能帮你3次4次。我说进来吧，我哥应该还没回家呢，你要不先坐一会儿？好，我给你拿个喝的。放这吧。浩哲，我问你个事儿啊，你觉得静怡姐和小慧姐，她们俩哪个更适合我哥啊？干嘛？我怎么知道啊？哎，你还挺八卦的。我正经问你呢，你还说我八卦？我不问你了。我哥估计快回来了，我给他做点吃的，你坐一会儿啊。
哎，来了，哥。啊，小可呢？哎，小可在那个。我在厨房给你做吃的呢，你坐下等着吧。好。喂，师傅，和贾静静联系的那个手机号码开机了。好，我知道了。喂，哎，是你啊！我在女朋友家呢，有一点点不方便。没事，你说，赶紧的，什么事儿？行，我知道了。啊，行。知道你肯定没吃饭吧？给你下了碗面。啊。你妹妹好吧？好。我给浩哲也做一碗，慢慢吃啊。好。啊，我不说了，我先去吃饭了啊。好，挂了。拜拜。我去洗个手。